我差不多1年的销售额能达到6个亿，然后全国有开了300多家的专卖店，也真的是白手起家。大家好，我是王秋顾啊，今天呢很荣幸啊来拜访一下上海林姐。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姐。别看林姐这个已经是46岁了啊，看不出吧各位啊，保养的还是非常像一个少女一样啊。那么我们来聊聊你以前的这个辉煌的履历，好吧，林姐？可以呀。我06年呢，我自己做了一家服装公司，最高的时候我差不多1年的销售额能达到6个亿，全国有差不多1000多个员工，然后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较百强企业吧，也是一个纳税大户，然后全国有开了300多家的那个专卖店跟那个专柜，我们那时候都是进商场的。像在上海的话，就是浦东800伴、太平洋、东方商厦、411东楼、新世界，好多也有20几家专柜。那么阿姐能告诉我一下这个品牌叫什么吗？指不定可以勾起一些人的回忆啊。也可以，因为我品牌那时候我做的是比较有一个独特风格的，我的品牌叫安娜丽丝，纯手工，很女性的、优雅的一个品牌。那么林姐，听讲你以前也是没什么背景的，好像学历是什么来着？这个能说吗？可以呀，我学历其实就中专，因为在我那个年代，除了就是中专，然后那时候也没有说所谓的一定要上高中考大学。那我那时候就读了中专以后呢，我就出来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到了一家台湾企业，也是服装，所以说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经验，然后到06年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自己出来，也是那时候比较机遇比较巧合，我那时候已经28、29岁，属于上海小姑娘还是比较年龄比较大的，就是很多小姑娘都是20来岁都要结婚了嘛。我那时候也是比较就是也爱玩，所以说呢也就一直没有就是合适的对象。后来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他是山西人，然后呢他那时候就支持我，让我自己出来创业，所以有这么一个机缘了，我们俩一起就创的业。你和你老公等于都是白手起家的。其实讲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段故事啊，就是我那时候我跟他有讲，我说如果说自己做一个品牌，在06年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个500万，你肯定是做不了。对呀。然后他就跟我讲，钱你没关系，所以呢又处在刚刚热恋期，我也是蛮黏着他的，所以那时候就2个人，我就听他的，在上海先把一些团队先建立起来然后建立了以后呢，他说钱还没有，先我带了8万块钱，就06年那时候的8万块钱，先拿着8万先做，也真的是白手起家。那时候因为钱没有，所以也租不起办公楼，就是在那种就是小区用居民房里面租了一个2房1厅，然后里面就是厅里面呢放挂衣服，然后房间呢就作为一个样板间，所以3个月当中我就自己研发出来400多个款。然后这么高效率啊？对，真的那时候很拼。你想嘛，为了自己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对吧？不要被人家就是瞧不起。所以说每天几乎除了只有几个小时睡觉的时间，就是不停的在研发产品。所以后来研发出来以后呢，就是要去找客户。然后因为我以前我也有累积一定的经验，所以说后来客户联系好以后呢，就来看我以后这个货觉得不错，所以他们想要做加盟，所以我们那时候才这样一点做起来。所以说那时候就一家店开完再开一家店，再开一家店，客户介绍客户，所以我在3年当中我就全国开了300多家店。我要做品牌，我要做口碑，那我肯定不会偷工减料，东西都是要拿最好的，价格呢是比较实惠的。那时候就是一定要觉得自己要做好，所以很拼，连自己怀孕都不知道，而且还流失了一对龙凤胎。那么后来慢慢的开始做到1年有6个亿了。那我们那时候有批发，有做客户，又做直营，就是相当于有300多家店。就是那个时代，就是我在服装，人家都会来抄我，就觉得说这个品牌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就是也是属于服装圈的一个黑马，相当于现在的网红品牌。对。然后后来我就那时候嘛做得好了，一下子人也有点飘了，很多人跟我讲，你要继续，我都也听不进去了。包括说句难听的，那在上海房子豪车肯定什么人家有的我都要有，人家没有的我还要有，包括什么奢侈品。然后那时候因为员工也多，所以说每年要员工开年会的时候，那搞得就像春晚一样的，要订上30桌以上，然后还有颁奖，就是每年这个年会差不多都要花100万。然后包括因为那时候我有自己一栋写字楼，就
1楼是做生产，2楼是做研发，3楼是做展厅跟销售，4楼是仓库。那后来因为想让员工的福利更好，后来我老公从老家山西特地找了厨师过来给所有的员工做饭，然后呢又盖了一栋小楼给所有的员工做一个健身房，什么瑜伽老师啊、健身教练，全部我们请到公司来。哎呦，这个真是有钱任性了那个时候。对，那真的是任性，就是所有的节日，员工都会收到公司的这种礼物，全部亏的什么都没有，只要我可以卖的，我就全部卖掉啊！我可以什么都没有，因为本身我也是白手起家，但是我们不能去亏欠于员工，亏欠于这些供应商。大家好，我是王秋挂。这个视频呢，继续来采访一下阿拉上海滩曾经的亿万富豪，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上海林姐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姐。那么林姐，上一期视频我们也知道了，你之前06年到10年也是做服装起家的，你自己的品牌最高的时候1年营业额6个亿，底下员工也有1000多个。对，最高峰的时期。对，而且你是白手起家的嘛，对不容易的。对对，没有任何的背景。那么我很好奇啊，像你这个时候那么有钱的情况下，你这个生活是过得怎么样呢？那时候有了钱了，因为有可能会有这种虚荣心，奢侈品那就不用讲了，包括现在家里还放着鞋子，可能有上百双，包括爱马仕的包包有10几个，别说其他什么香奈儿、LV 啊这种的，家里的包包至少也有50、60个，什么表啊、钻石啊这种。那时候最高的时候，家里每个孩子配一个保姆，配一个司机，哇，然后还有一个管家。哦，这时候是你几岁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应该差不多在34、35岁的时候。哎呦，像暴发户一样，真的是暴发户。我跟你讲，那出去整个场面是蛮大的，包括在上海，就是买了很多套豪宅，包括我有一套豪宅放在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绿城玫瑰园，现在可能有市值将近1个小目标了。哇，那时候买的时候多少钱？我买的时候是3400万，然后还有像那个蓝桥盛飞，还有我喜欢万科的物业，所以我那时候是跟着万科物业买的。别墅差不多有3套啊，联排别墅有2套，总共5套。5套。那么你说你车子也是买的不错的，从最好的劳斯莱斯到跑车，然后到商务车，反正就什么样的车我们都家里那时候有，基本上想要的东西都马上能把它买到。对。那么阿姐，转折点来了，你们那个时候怎么会从这么高的山峰上面掉下来呢？跌到谷底？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有了钱了，很任性，人就飘了，膨胀了，然后呢就觉得说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干，就相当于就是像黄渤讲的一句话，你在最高的时候，你就认为你身边的朋友都是好人，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老公他后来听了朋友跟他讲说，你现在做一个品牌，你肯定不行，你要将来如果要上市，你要变成一个集团公司，你肯定还要另外一个自己的一些品牌。然后朋友呢就跟他讲，我在深圳这么多年，我有经验，所以就带着我老公去了深圳。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真的是任何交朋友啊，就是真的是要了解清楚。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去了解他的时候，第一个他也是在深圳一个知名品牌里面的一个高管，也是做了10几年了。我们认为说你在那里面待了10几年，你肯定是有能力的。而且他那时候讲话都是讲我老公爱听的呀，你越讲他听了越兴奋，觉得哇我什么都很优秀，那好忽悠了嘛。然后我老公就是去深圳，然后就去自己自创了一个品牌。我老公那时候就跟我讲，你别管我，大男人主义，就觉得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话，我一定要去。你把你上海的公司弄好，你不要管我，我是有能力的。因为他觉得说他是有能力，他不会想着说上海能够做的那么好，对，不是说他的功劳没有，他也是有功劳的。但是很多东西是我要去落地、去执行、去付出，所以那时候他就跑到深圳，然后让我不要管，那我就不管。他一开始跟我说，他也听朋友讲说，我们这投入不大，你前期有个400、500万你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我在想嘛，那400、500万的话，就让他去尝试一下，对吧？那就400、500万先过去了，没2个月就花完了。然后把那边也有团队，也有员工，那边的员工那时候就有60、70号人，那边的工资也比较高，因为他要做高端品味嘛，包括还有。他做高端品味的话，他所有的这些研发的成本就会比上海还要高。那慢慢的，就是说，你老公大概是投了多少钱进去呢？从最开始的说4、500万，然后到1000万、2000万、3000万，因为那时候已经店有开出来一些了，而且他开的这些店都是大店，200平米以上的，这种装修这种大店的话，都费用就要100万的装修费。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说，哎呀，你怎么会亏这么多？就是因为第一个开店都是大店，人员工资高，还有一个他那时候我是反对他的，但是他后来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他在那边自己开了工厂，开了一个200、300个人的工厂，所以这个也是亏很多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你得每个月的固定费用，你还有设备。为了这个事情，我特地跑到深圳去。我去深圳，他也蛮高兴的，从机场来接我，然后带我去看工厂、看仓库，然后在公司里面去看整个今年的一个规划。我一看完。
我说你这个出问题了，因为所有的货都积压在仓库里，没有出去。因为比如说当初他说预计今年要开100家店的，可能到最后就开了20家店，那你80家店的这些服装、这些库存全部积压在仓库，然后工人都停在那边，可能就没有什么货，但是你所有的工人要养。然后我就跟他讲，他还在跟我梦想。他说你知道吗，我接下来我要怎么干怎么弄。我说你啥也别干了行吗？我说你先得把库存能不能给我消化掉一些。他说你不懂。结果2个人就在当着员工的面在公司吵了一架。那么最后是总共亏掉多少钱呢？我们到后面从他灰溜溜的回到上海，我们算了一下，差不多一个小目标1个亿。1个亿啊。对，后来我把上海当初买的房子、买的豪车能卖的全部卖掉。就是你们之前在上海的公司，你们2个赚到的钱全部亏的什么都没有。那么你上海的公司后来怎么样呢？上海就是被拖了呀，因为资金链断了呀。我相当于我上海那时候就是把这些钱就是给他付到深圳，然后再加上那几年互联网的崛起，我们也不懂。然后到了17年的时候，实在就撑不下去了，我就赶快把员工该工资结算的，然后供应商那边，因为我觉得做人我们要有诚信，我们不能说逃避，所以我就想着说，只要我可以卖的，我就全部卖掉。我们不能去亏欠于员工，亏欠于这些供应商，因为他们挣钱也不容易。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全部弄好以后，18年就全部关掉，回归家庭了。那时候就房子车子全卖掉了。全卖掉了。你的生活的跟原来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什么管家也没有了，司机也没有了，可能以前经常也会去一些高档的一些场所，那你现在肯定也不可能。那么林姐，上期视频讲到，就是你以前服装发家，曾经最高峰1年赚到过6个亿，底下1000多个员工。后来呢，因为遇人不淑嘛，等于把钱全部败掉了。等于和你老公呢就回到解放前了，打回原形了。对。那么一般性的这种老板碰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可能都跳河帮去了呀，跳楼了呀。是的。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呢？所以我说嘛，我说其实就是就是要内心自己要调整，因为已经跌到就是低谷，就是你的生活的跟原来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你什么管家也没有了，司机也没有了，对不对？但是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人你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你想要让自己接下来继续要活好的话，那你只能去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就是把自己要放低。就比如说以前我觉得说，哎呀，我有司机保姆伺候，我现在没有，我要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心态，这个其实也是要有一个过程。那么阿姐，你那个时候等于是之前买的别墅啊、豪宅啊全部卖掉了，你们那个时候住在哪里呢？我们就是后来留了现在这一套。留了一套下来。对，留了一套。那后来就是18年回来以后，正好孩子们也是在叛逆期，因为我现在我女儿17岁嘛，正好那个时间也慢慢开始有点叛逆，所以说以前没有顾上陪伴，那我就开始在陪伴孩子的同时，我自己也在调整我的心态，包括我的心情。不瞒你讲，我那时候我老公他其实是非常低落的，因为什么？以前是他在所有朋友面前他是高高在上的，就是说他只要出去人家都是捧着他的，那突然间他就相当于身边的这些朋友都离他而去，所以说那时候他的情绪是非常非常低落。那我看他每天在家里就是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我怕到时候他下不开，所以我那时候这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女人，他们就老是说我你做得太伟大，我说不是我伟大，我是为了这个家庭。我那时候真的是每天我帮他联系好夜总会，每天让他去夜总会。让他去夜总会啊？对，我跟你讲，真的是在上海还比较有名的凯撒国际就让他每天到了差不多吃完晚饭他就往那边走，然后每天晚上凌晨2、3点回来。那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啊他？对，那肯定的，因为我是觉得说他在家里面每天闷闷不乐，对吧？那我想去这种地方，让他稍微让他更自信一点。所以说，差不多来来回回在夜总会玩了也有1、2年。那你没跟着他一起去啊？我没有。你那么放心他？我觉得这个互相就是一种尊重吧。而且我那时候觉得，反正钱也没有了，他去也没有什么吧。那么他去夜总会，这个没钱怎么消费呢？他们去夜总会去打牌的呀。那如果你有条件嘛，你旁边可以
交个小妹妹，如果没有嘛，你就玩玩就好了，可能也是最低消费吧。这样子的啊。对，然后呢，我呢自己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是个中专生，我没有文凭，那我在想，我从失败的原因肯定也是因为自己的学历不够高，就是看到很多事情不是非常，就像有学历跟没学历还是有区别。所以说我后天我就自己不停的看书，就是从书本上也会让自己去悟出很多道理。因为我觉得你的知识充沛了，比以前我们认为是说，哎呀，我只要好像有一些奢侈品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底气给这个呈现出来，但是随着现在，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帮不了你的。反而你内心更充沛，你的知识更丰富，你跟人家朋友去交流的时候，这才是你的底气，而不是一个包、一块表或者一辆豪车是你的底气。让自己就是第一个格局要打开，然后心态要很平和。所以他们现在看到我说从来没有看到你现在生气，那我也想就是这几年我在家里面就让自己的心要修的就比较平静一点。有些朋友当初远离的就远离，有些我认为不要再继续交的我就不会再交，那我还是让自己再重新去认识了一些就是比较我认可的，然后跟他们也去多取取经，多学习。然后呢，平时的时候呢，自己也得锻炼身体，因为我觉得随着年龄嘛，那身体也是蛮重要的。怪不得，而且我看你今年已经46岁了，是吧？对，你这个进来我傻眼了，看上去像30多岁，是吧？我跟我现在我女儿出去啊，人家都说我们是姐妹。那么林姐，上几期视频我们知道你以前是做实体服装的，对，也是赚到了很多钱，但后来呢遇人不淑，对吧？全部等于破产了。你在沉淀了几年之后，现在又开始做起了直播带货，是吧？是的，我是这样啊，因为第一个呢，我就是在家里面也是没什么事情，然后学习也经常会看一些互联网的。有一天，我女儿就在 Costco 门口随便跳了一段舞，播放量就达到了1000多万。我那时候觉得互联网这么神奇，就跟我以前做实体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也是今年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那我是在想说，如果说我觉得我还想做服装，我后来也是朋友的支持，我女儿也是蛮支持我的，我才做了这个抖音，也是想着说我把我自己真实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跟孩子的一些相处，就是以真实的，因为我们不用去很假的去包装自己，就是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然后因为我在家里嘛，我就平时就直播的时候跟这些姐妹们分享，包括她们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跟孩子怎么相处，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包括还有些创业现在也是属于低谷期的，那我要跟他们去给他们一些正能量吧。然后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呢，我也经常，因为我做服装的，我也喜欢自己把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所以很多粉丝姐妹们就在问说我的衣服在哪里买的，然后让我要分享出来。所以呢，我通过这个直播在互动的时候，突然也是给我一个启发，我是觉得说大家可能需要我，然后帮他们去解决他们现在的一些也是属于比较焦虑的一些事情吧，因为又不想花很多钱，又想有人教他去搭。那我在想，我自己做服装这么多年，我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觉得其实穿衣服，我这么多年的买跟卖的这个经验啊，不是说你今天你去花好几千块钱去商场买个大牌，你就穿的就好像觉得自己很好看，对吧？有些人不会穿，可能一件奢侈品穿在身上，你都以为它是假的。而且我也愿意教他们，比如说一件衣服，你要去根据场合来搭配，而不是说这件衣服，你比如说你今天你是比较轻松的，那我可能就搭一条休闲一点的裤子，然后穿一双运动鞋。那我今天这个场合，我可能是商务的，那同样的一件衣服，我可能就要换一个，我可能会搭一个裙子。那我觉得说他们的现在需求，因为现在随着大环境，大家都消费肯定是在降级，但是呢，你作为女人来讲，你的穿着肯定是蛮重要的，因为就像我当初做服装，包括我自己，你穿的好看，你穿的精致，你穿的得体，其实你的人的整个状态，它是可以给你带来运气的。那么你到现在，你前面跟我讲，你也是做了正式的3次直播带货，对，就是因为粉丝给你的这个启发。是的，我是从9月份开始，我就开始第一场直播。这个第一场直播就是卖货的第一场直播。对，卖货的。那时候我的心态就是说，反正我是以这种
他们需要我，那我帮他们去找到性价比高的衣服，去给他们去做分享。我也不懂什么 GMV 什么数据，我什么都不懂。但是第一场我播了差不多有4-5个小时，就做了38万，38万营业额啊。对，我问一下，你现在粉丝有多少啊？我做第一场的时候才3万多粉丝，才3万多啊？对。你直播一场这个在线有多少啊？在线第一场的时候有差不多最高的时候有1400多个人哦。后来我又做了，我差不多半个月我又卖了1场，就是说到现在3场的话，我差不多做了120多万的 GMV。然后我的主打就是商场的品质，工厂的价格，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个就是口碑。但是我也是在总结这里的一个经验啊，我其实觉得说你能有这样的 GMV， 其实就是还是第一个功底，就是你就是做过服装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把所有的粉丝当成是朋友一样的这才是非常非常有粘性的，大家就是信任我。对，是这样。而且我就跟他们讲，我们现在作为女性来讲，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变得优秀，变得美丽。因为如果你一旦你自己优秀了，你其他东西你不用去担心的，什么老公背叛啦，对不对？或者这些其实都不用去担心。